比特币的风险越来越大了吗？我们何时该逃顶？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我们目前依然坚定的持有这2张多单。我们比特币的入场价格呢是在44900，那拿到现在也是超过了2万美金的上涨利润。以太坊呢，我们开在2000美金，现在即将很快要来到4000美金了。那我们总和的收益呢，已经非常接近900万。那当然，在最高点的时候是有超过900万的，到了900多万。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益很不错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你只要500美金3天就可以拿到36.5美金的现金，一样可以提币。那么这2个活动呢，你可以同时参加。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那没错，我们现在呢，随着市场情绪还有市场逐渐的走高，比特币的风险确实一直在增加。那我们可以纵观一下，我们目前这段上涨呢，从15500一直到我们最高点大约69000的位置呢，我们几乎没有产生周线的回调啊，或者说我们过去的回调呢，它都是日线级别的，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过去其实产生了4次，一共就4次比较大的回调啊，这里是一次，这里一次，这里又一次，这里最后一次。那么其实这4次的回调呢，它的回调的比例啊，都在20个百分点左右，可能19、20、22左右，大概都是20个百分点哦。那这确实也是个巧合，那又可以证明哦，我们这4次的回调呢，其实它的级别都是比较小的，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周线级别的回调，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4次回调，它都是针对日线级别的上涨。那么针对我们15500以来的上涨的回调，这种周线级别的还没有。但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过去的每一轮牛市呢，其实我们都有出现这种周线级别的回调。那当然，这轮牛市一定也会有，只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而已。那我们要如何把握？第一，要如何逃顶；第二，要如何把握这一波回调？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很专心面对的问题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如果我们复盘过往的牛市啊，我们每一次牛市呢，它都会有2次大的周线级别的回调。现在可以看到，像我们在2021年这一轮的牛市呢，其实它的2次回调呢相当的明显。那一次这没问题，就是312，非常著名的事件。那第2次就是519，基本上只有这2次周线的回调啊。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说这是周线的，还有我们现在是日线的回调，这是完全不同级别的。像我们日线的回调就是20%左右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周线的回调呢，这个一回调啊就是55%，55%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我们最高的价格在7万左右，我们就用7万来算比较好计算了。如果回调50%的话，会在3万5啊，会在3万5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从7万然后跌了55%，那会是个什么概念呢？等于说只剩下3万多了，3万出头了。从7万跌到3万出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种级别的回调才是周线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其实比特币的价位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直接讲价格的话，我认为这个是比较能感同身受的。我们讲多少比例，这个倒没什么感觉啊。那我们当时在312下跌呢，是相当的夸张，来到了63%，63%这是什么概念呢？比我们之前的50%要来的更夸张。7万一跌到剩2万多了啊，这就是当时63%回调的概念了。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到目前为止的上涨都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回调，但这种回调呢，它一定会出现，只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而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当时啊，在2017年呢，我们也出现了2次周线的回调。这2次呢，一次是在这个位置它回调的比例呢，大概在40%大概在40%，然后第2次在这里，这2次的回调呢，相当的猛烈了。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7万跌了40%，会到什么位置呢？大概4万2，大概4万2的位置，7万跌到4万2，这也是相当可怕。那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经历这样子的回调。那还有一个巧合，那当然其实依照我们复盘，它其实就不是个巧合。我们每一轮牛市呢，基本上大的回调，周线级别的回调都是2次。2017年的牛市是2次，2021年的牛市呢也是2次。那各位朋友们，我们每一轮牛市大概我们就抓2次的扣打。各位朋友们，我们从15500到现在呢，一次扣打都没有用掉这2次都还在那什么时候会爆发？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到
2013年这轮的牛市呢，其实它也是2次哦，一次在这里，那一次在这里。那你可能会说啊，这个回调的幅度啊，感觉很小，那是因为我们取了 log， 而且我们有看到后面的涨幅，所以前面的跌幅就会被蒙蔽啊。不过我们这里的回调，它也跌了50%啊，40几%，快50%了。那我们这里的回调呢，这就非常夸张了。这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话，盘面是不太适用的，因为情况已经被完全改变了。我相信不会再产生这么夸张的回调了。这里的回调呢，来到了82%以上了。80%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我们从7万直接干到14000，直接跌到14000啊，直接把前低点给跌破了啊，这就是当时回调的状况。但我相信呢，不会再出现这么夸张的回调幅度。不过，周线级别的回调是一定会有的。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那每一次牛市呢，都是2次，所以我们会爆发在什么时候呢？那我认为基本上会在我们24年的快一点的话，可能4、5月；晚一点的话，可能5、6月。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 K 线啊。你说现在的 K 线，我们在前几天呢，前天的时候我们跌了15、16%，跌完之后呢，我们又迅速的收复。但其实会收复的那么快就代表说绝对是有人在买入的，这里绝对有很强劲的支撑的效果。但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资金费率它确实在下跌的时候有下降了但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又有人回来追多。那这一来一往之间呢，其实相互就抵消了这波下跌庄家想达成轻杠杆的效果。所以其实以种种的迹象来看呢，我们确实离这个危机越来越接近不过我相信它还可以再有一段上涨。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看我们修复的这么快，而且其实总体来说呢，这个盘面还是没有，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危机，有很多的利多呢都还在持续的发酵，我相信还可以涨一段但这一段能涨到多少这个确实是不清楚了。那等到这个危机来临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做好准备了。比如说还没有抄底的朋友，或者是说想要再加仓的朋友，这会是我们绝佳的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一次机会，我们就要错过这整个牛市了。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准备的是好好把这个现金准备好。那如果真的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或许会比我们大家想象的更快，那我们就可以追进去。而且呢，我相信它回复的速度、修复的速度也会很快，因为庄家肯定是不想让多数的人上车了，会不给你有犹豫的空间就是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动手不然这个机会呢转瞬即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赶快先准备好现金，尤其先换成 U， 这个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会抓大概在4、5月或者说5、6月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在上涨一小段，我相信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修复的会很快。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时间点，我们产生周线回调的时间点，它其实也是可以匹配得上的。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呢在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就开始产生回调了，大概是2020年的2月。那其实我们对应到我们这轮周期就是2024年的2月，其实已经过了，差不多就是2024年的2月。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的话就是2024年的6月。为什么是24年呢？因为我们在2轮前的牛市，我们就是加8，16加8就是24，24年的6月，然后我们这里是上一轮，所以是加4，24年的2月，会在2月到6月之间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3月了，3月初所以我相信离这段下跌它的时间点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大家务必要做好心理准备了。那多单的话，在下跌的时候就直接抄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就是等于接刀子了。不过，如果还要再做出低位的趋势多单，我相信这会是唯一，也会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